苹果终于宣布，将于10月8号星期五开始接受 Apple Watch 7的预定，10月15号星期五正式发售。我是小天，欢迎回来。好家伙，现在懂了。对于苹果来说，秋末指的是10月8号到10月15号。7 will be available later this fall. 无论如何啊，这 Apple Watch 7的日子总算是定下来了。这下压力又转到我们这边了。7和6看上去好像升级不大，该不该买呢？今天我就为大家带来苹果手表7和苹果手表6的对比，以及该不该升级的建议。如果你是一个更早的苹果手表，比如说5或者 SE 的用户，又纯粹是一个苹果手表的新用户，我也将在后面更新一期完全版的苹果手表购买建议。所以现在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同样是作为发售时的旗舰智能手表， Apple Watch 6和7的发布时间其实仅相隔了1年，所以两者能有什么区别呢？这里我直接甩出干货，总结两者的相同和不同点。相同点，两者都有铝金属、不锈钢和钛金属的表壳，前者配备 Long X 玻璃，后两者配备的都是蓝宝石玻璃，带有触觉反馈的数码表冠，都支持全天候视网膜屏，最大亮度1000尼特，50米防水，都配备64位双核处理器、W3 无线芯片和 U1 超宽频芯片，都比 Apple Watch 3的扬声器音量提升50%。内置麦克风配备血氧传感器，配备用于心电图的电极式心率传感器，配备第3代光学心率传感器，支持心率过高或过低时预警，配备加速器和陀螺仪，具备跌倒检测功能，有指南针和全天候高度计，32GB 的存储空间，18小时的全天电池寿命。全天我打了个引号，大家都懂什么意思。听到这是不是觉得我去，那7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别急，接下来就是不同的点。最大的区别是屏幕和边框。7的表格尺寸从6的40和44毫米分别增加到了41和45毫米，在屏幕变大的同时，边框还从原本的3.0毫米降到了1.7毫米，也因此7的屏幕面积比6增加了近20%。其次是芯片从 S6 升级到了 S7。这里升级我打个引号，为什么呢？我后面会详细介绍。然后就是7独有的抗裂玻璃 IP6X 的防尘，以及在手腕向下时超出6在室内70%的屏幕亮度。7还支持快速充电，45分钟可以把电量充至80%，比6快了33%。而且随 Apple Watch 7附赠的是一根1米长的 USB-C 的快速充电线。最后的不同是 Apple Watch 7变得更重了。根据表壳材质的不同，重量增加了从5%到9%不等。没想到啊，承担着生活重担的我们，手腕的重量也要增加了。可能在看完以上的相同和不同点之后，大家还是没有办法做出该不该升级的决定。没关系，接下来我会从各方面更详细的分析两者的区别，并会在最后给出我的购买建议。第一点，显示屏。先聊显示屏，是因为显示屏是这两代手表上最明显的区别了。上面我也提到了，7代比6代增加了近20%的屏幕面积，显示屏更大，再加上苹果特地优化了 WatchOS 8，利用多出来的显示面积，7可以在应用中使用更大的菜单标题和按钮，7也因此支持了2个更大的字体和全键盘功能。不过其实6的显示屏已经能够提供非常好的使用体验了，而7呢，只是在这基础上升级了 WatchOS，为一些 UI 的元素和全尺寸键盘提供了一些空间。如果你一直以来就渴望一个更大屏幕的 Apple Watch， 那可能这是一个你升级到7的理由。但是对于绝大多数 Apple Watch 6的用户来说，这个升级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。第二点，外观设计。虽然我们看到 Apple Watch 7和6有着相似的设计，但实际上 Apple Watch 7在表壳的设计上采用了更圆润、更柔和的方式，而且 Apple Watch 7的显示屏在最靠近设备上边的那个圆弧处有一个趋光性的边缘，可以让全面屏表盘和 APP 们看上去有一种几乎达到了表壳的效果。再加上7的左侧只有一个扬声器的格栅，所以在整体观感上会比6更加精致。第三点，耐用性。Apple Watch 7肯定是要比 Apple Watch 6更耐用，这是因为7配备了更抗裂的玻璃，轻表径同时也具备更坚固的几何形状，而且最后处要比6的表径厚到了50%以上。同时7系列还获得了 IP6X 的防尘认证，在像海滩或者沙漠这种比较恶劣的环境中更加耐用。虽然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用户来说，7在耐用性上的增加不会是我们购买它的最重要因素。不过如果你是经常在多沙尘环境中工作或者旅游，或者在过去遇到过 Apple Watch 开裂这种事情，那耐用性的提高就值得纳入考虑了。第四点，S7和S6芯片。终于讲到芯片了。
现在可以确认的是 ，Apple Watch 7使用的是 S7 芯片，但实际上 S7 芯片和 Apple Watch 6的 S6 芯片几乎是相同的，两者都比在 Apple Watch 5和 SE 中使用的 S5 芯片性能提高了20%，而且这两个芯片的 CPU 都具有相同的标识符。S7 芯片的调整非常小，应该是和功耗相关，以便在更大的显示屏下保持和 S6 一样的全天电池寿命。其实苹果在 S5 芯片上也做过类似的调整 ，S5 芯片的 CPU 和 S4 的完全相同，只是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陀螺仪。所以如果你是冲着性能想把 Apple Watch 6升级到 Apple Watch 7，那 S7 这个芯片肯定就不是你升级的好理由。第5点，充电速度。由于采用了新的充电架构 ，Apple Watch 7的充电速度比6要快了33%。根据苹果官方的数据，6在1个半小时内可以充到100%。而7只需要45分钟就可以充到80%，为什么不是100比100？我也不知道，苹果只给出了100比80的数据，可能因为45分钟刚好是1个半小时的一半，所以听起来会更快。而且还因为 Apple Watch 7附带的新的 USB 快速充电线，8分钟的充电时间就可以为7提供8小时的睡眠追踪的电量。虽然说7的快速充电这个功能可以是一个升级的原因，不过说穿了，7和6的续航是完全相同的。全天18小时，所以还是需要1天1充。总的来说 ，Apple Watch 7比 Apple Watch 6略有升级，提供了更大的显示屏和外壳尺寸、新的颜色选择、更好的耐用性、S7 芯片以及更快的充电速度。不过这些功能大多都是迭代更新，而且它也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健康功能。所以对于 Apple Watch 6的用户来说，我的建议是，除非你是真的特别想要一块更大屏幕的 Apple Watch。又或者你对它的抗裂和防尘功能特别有需求，否则 Watch 7真的没有提供一个足够的升级理由，可能再等一段时间，看看下一代的变化再做决定，才是一个比较理智的选择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个喜欢就充的不差钱党，那以上的建议和分析就当听个热闹吧。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评论，一键3连，也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收看更多有趣的视频。我是小天，一个普通的消费者、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